昆仑、天山、阿勒泰山，然后分成了。我们这边也是啊，这个是三个岩体啊，佛冈岩体，这个贵州岩体，然后珠广山岩体。这三个岩体呢，然后隔了2个盆地。这个盆地呢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大象山啊，就是水人盆地和人化盆地啊。然后这个盆地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英德盆地。英德的茶是非常好的，是吧？另外呢，英德实际上在民国的时候就开始开发那个硫酸，它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硫啊，因为英德这个它是一个深井盆地，它保留了很多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黑的，类似于煤这一类的啊，有很多的矿业矿，所以这个现在硫酸的价格很高啊，我们广东这个是全世界的产硫酸的这个大户。现在他们这个广业的这个很好做，今年的利润也非常高。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，就是说，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板块运动，然后出来的火山岩之外，实际上我们在长期的研发过程中，我们广东还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海象神奇的地方。我们这个海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不是一直存在的这个海，它是一会儿进叫海进啊，海进可以进的最多的可以把这个韶关都淹没了。它也可以海退，海退就是海平面下降，然后往这个陆地这个线向海里面延伸。啊，这个最深的啊，就是当时海水最浅的时候，我们甚至就到了这个南海的中部了，就是那个海盆的中部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质上这么长的时间啊，这个变化是远超我们想象的。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例子就是，为什么你看那个美国、加拿大他们的这个土著人啊，叫 First Nation 啊 ，Native 的这个，实际上他长得很像我们亚洲人，是吧？这个肤色呀，这个，当时可能就讲为什么？当时因为也是一个大海退事件，导致了这个白令海峡完全的已经把这个亚洲跟美洲连在一起了，所以这个人呢是可以通过迁徙走过去的，直接走过去。走过去之后呢，我们这个叫蒙古人种啊，有亚裔的这个蒙古人种，然后在这个北美开始开发。当然只是后来这个欧洲人又去把这个大海占领了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学地质呢，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，然后来解释一些事情啊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现在的情况，如果加上一个1年的时间，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，非常大的。你看我们广东的海，最早的时候可以到11年前，这个地方就有海的记录。然后在这个逐渐演化的过程中呢，实际上这个海的面积啊，这个海的这个分布啊，也是不停的变化的啊。然后我们举个例子，就是大概在40年前，广东长得什么样的？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这韶关那时候还是海啊，我们凭什么恢复这样恢复？实际上我们就是基于这个地层的分布，我们发现4亿年前的这个海象神迹呢，它是这样一个分布的形式啊，就是这个蓝色的这样分布的。那我们通过地质上的工作方法解析，那我们发现，当时华南大陆实际上就是孤零零的几个岛啊，就像上川岛、下川岛啊，像孤零零的几个岛啊，然后漫头的神迹啊。当然刚才讲了这个就是广东的海啊，实际上我们再聚焦一点，就是我们深圳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花岗岩、火山岩，并且主体都是啊，我们深圳大概90%的这个地质都是花岗岩跟火山岩，它怎么形成的？啊，
刚才也讲它是火成的，是吧？它需要一个很高温度的一个熔浆，很高温度的熔浆是怎么出来的？就是有一个叫腐熟带，就是洋烧腐熟到陆烧的过程中呢，因为这个力很大然后这个温度很高，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就能喷发出这个火山来。刚才也讲了，玄武岩这一类的它是有气孔的把底下的这个挥发分带到山上来。我们清凉山就是这样形成的，它就是太平洋从东南方向，然后来俯冲，然后导致它形成的这样一个隆起的一个山脉当然，这个我们实际上专门做火山研究的这些专家呢，也通过这种山的成分、山的这个形状来推测、来研究它这个岩浆在地下是怎么一个